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酒的地方安师傅，漂亮。欢迎收看李耀上来啤酒，我是李耀。走啦。继2023年9月份金门酒厂首次推出感恩酿金门高粱酒后，普遍大受消费者的好评。而经过1年后，2024年感恩酿秋节版金门高粱酒隆重登场。感恩酿呢，其实是赠予55岁到64岁的金门县民1年，它是会发行3次，一个轮回回来以后呢，又回到了我们的秋节版，所以是1年4组的意思吗？1年3次，年节、端节、秋节，1年3次。那还有一瓶哎，哦，手发吧。回到秋节了嘛？而且呢，酒厂是以酒体醇厚、带有后劲、有老酒味的方向去勾调设计，并且创造出酒精度高达59.2度，而且完全不辣口。且酒厂为了稳定每一期的感恩酿酒质，它特别将金城厂年份的老酒都管控起来，列为专用，才能创造出干纯爽烈的风格。哇，金城厂的酒是不是特别好喝？可以这样讲，但是呢，我们不能只喝金城老酒，金陵的也要尝一点啊。而且调酒师有说过，老酒跟新酒要一起勾调出来，才可以创造出一个均衡跟平衡的酒体跟酒质。对，老配少才会有完美的比例。就是老杯少就是半颗金的。话说回来，这一次金门酒厂在上周已经正式发行感恩酿第4版，尤其是这一版是7月15号才灌装的。到底这4款感恩酿有什么差异？而且金门酒厂到底又做了哪一些改变呢？第一，最浅显易懂的是酒标上，你看首发版上面并没有任何节庆的标志。虾米老板，对，那第2版呢，它有甲辰龙的迎春喜。第3版上面呢，它有甲辰龙的端安康。最新的这一个版本甲辰龙秋丰收，所以它每一个版本都有不同的字样，而且呢，它从甲辰龙端安康开始配搭这个纸盒，而且它从1箱12瓶改成1箱6盒装。它的纸盒上面也有，就是它的那个小 logo。而且呢，它有纸盒版是更适合送礼，而且也更加精致。有纸盒，而且也是1箱6盒装。所以高粱酒的消费者，你记不记得他们普遍都是什么成箱购买？他们是不是都1箱1箱入手？所以你1箱6盒有纸盒比较好去收藏。那有纸盒会比较贵吗？没有比较贵，价格是一样的。第3呢，在今年呢，感恩酿更获得总统府的青睐，他确评中选为第16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国宴用酒，这是感恩酿金门高粱酒首次参与国家盛宴，让各国的元首跟使节可以尝到我们的台湾之光金门高粱酒。等一下，国宴用酒是端午还是秋节？当然是端午啦，为什么呢？因为秋节是7月15号才灌装的嘛。我们身为台湾的子民，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电视机的前面的观众朋友，总统与副总统就职纪念日是哪一天420。520啊。酒还没喝，脑袋就已经宕机了吗？那第4呢？我们从酒质来看，消费者最关心的。对，根据金门酒厂首席调酒师吕怡如的说法，感恩酿的酒体架构风味必须要一致。对，所以酒厂已经将酒龄20、12、11跟9年不等的老酒保留下来，是专门供应感恩酿使用。随着每年批次装瓶的时间不同，酒龄其实又增加1年，它是不是先保留下来？保留下来以后，你是不是分批次装瓶？你到了最后面批次装瓶，这个老酒是不是又增加了1年？而且酒厂的勾调工艺中，它必须要将感恩酿先静置3到6个月不等，让它里面的老酒可以互相的融合。这其实就是帝王首席调酒师首创的2次熟成法，对不对？这也是感恩酿的独特工艺，1次熟成再2次熟成。但是本频道必须实事求是，所以今天我就派我们的特派记者于优拉前往烟酒专卖店来实地访问高粱酒的爱好者，他们的反馈，他们的说法，到底这4瓶感恩酿他喜欢哪一支？我们就直接去找民众实测看看。滚！
现在呢，我人就在台北知名的烟酒专卖店，我们就来访问看看烈酒族群对于金门感恩酿的看法如何。先生，不好意思，可以就是跟你做个采访吗？帮我看一下摄影机。好，就是我想要请你帮我们试喝一下金门高粱酒。金门高很香啦，可是我车停红线，我先买东西完再，还是我跟你加个赖。没关系，那你先买，你先买。哦，好，没关系。你好，你好，你要进去买酒吗？对啊，我要买。请问你要买高粱酒？太好了，这4支呢是金门高粱酒的感恩酿，然后有4个版本。我想要请你帮我试饮看看，看你喝过之后最喜欢哪一个版本，可以吗？好，没问题。我要4支都喝完再跟你讲吗？对啊，还是你想要干杯？还是我要干半杯？你有看我们的节目吗？有啊，还是会看一下。我是谁？对，我是有啦。这样你4支都喝过，你最喜欢哪一支？我要最喜欢1跟4。为什么呢？它喝起来的口感蛮香的，然后那个果香感其实尾韵蛮长的。所以你比较喜欢果香感的风格。我跟你讲，第1支呢就是我们感恩酿的首发版，第4支的话呢就是感恩酿的秋节版，也是就是最新的一版。最新的一版。好，那我进去带一箱。好，谢谢，拜拜。我车停好了，你是那个酒训的尤拉对不对？对，那可以请帮我喝喝看，这4杯呢都是金门高粱酒的感恩酿，然后有4个不同的版本，想请你喝喝看，然后告诉我说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版本？4款都是感恩酿，但是不同的什么？不同的版本，就是首发版，然后春天，然后端午节，然后再来是秋节。还是有点辣哦。平常有在喝高粱酒吗？很少，很少。但是这个是已经非常温顺了，应该这支好一点。那你这样子，你等下还要开车吗？我没有，我已经那个车子停好了，就不会再开了。所以是为了来喝这4支酒，就是刚好来买酒，顺便来喝酒。对，喝酒不能开车。那你刚刚品饮完这4杯，你最喜欢哪一杯呢？我觉得第1支，可能是因为第1支第1口的感觉是最顺的，那其他的可能就是一直在加成上去，但是喝来喝去。然后香味啊，跟整个口感，第1杯我是最喜欢的。这是什么？你这一杯呢，就是它最新出版的秋丰收，秋节出的感恩酿。那我蛮有眼光的，新的我就很喜欢的。你喜欢新的，你喜欢年轻的。对。OK， 谢谢你哦。谢谢。好，那我们今天街访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就交回棚内的李奥社长喽。好，我们感谢我们特派记者于尤拉前往烟酒专卖店的实地采访。那事实证明呢，其实每一款感恩酿各有所好，虽然方向架构是一致的，但是随着时间批次装瓶的不同，它的纯化口感也略有不同，所以每个人他的感受也不同。不过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CP 值高，里面有老酒，而且它价格其实又不贵，所以我觉得 CP 值高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随便一个圆呐，都要超过1000元。圆是什么？黑白灰圆都要超过1000元啊！但感恩酿完全不需要超过1000元的价位带，你就可以买。既然观众朋友已经喝过我们家的实测，对不对？来吧，开瓶，先来喝喝看这一款7月15号才刚灌装的甲辰龙秋丰收。修刚装瓶好的。不巧，没有，因为你上一次你讲了那么多冷笑话，我就想说我也要为节目贡献一些笑点。没想到尤拉开始会做效果了。它很熟悉的那个饱满的味道，而且给我的感觉是厚实的感觉。然后它有一些酱瓜、酱菜的一些感觉，淡淡的一些柑橘感。我觉得它闻起来好像很那个蜜饯感，有蜜饯感，相当舒服。那这样子算是酱香还是酵香？我觉得酱中带酵，酵中带香，有说等于没说。所以是互相融合的啦，而且它的这个闻香是相当舒服，完全没有那个酒精的刺激感。看，来喝喝看，你可以很直觉的可以感觉出来，在嘴巴里面是属于绵密、绵绵柔柔的感觉，完全没有那种新酒的这个曲香感。所以这一款酒吕一如有说了，他说这一款酒是专门提供给55岁到64岁的金门乡亲，而且这些金门乡亲呢，都是属于懂喝老饕，它比较像是
金门在地人他们太懂喝了，你不能随便调一个随便糊弄他们。好，我继续再咀嚼啦，嘴巴里面它开始层次绽放出来，它的层次感就慢慢出现你刚刚讲的那个蜜饯感，然后那个蜜饯感就有点是花蜜的感觉，然后再有一点，我觉得是青苹果、青香蕉、青瓜的那个味道，偏向于那种感觉。刚刚就是回想一下，之前我忘记是喝哪一支了，它的那个老酒的香气比较重，它这支不是那么重的，我就觉得喝起来就有一种那种清新可人的感觉，香气的部分啊。坦白讲，感恩酿的这一款秋丰收吼，给我的感受是舒服愉悦，对我好喜欢。再者。还是要讲一句，它的价格并不贵啊。我记得我们去年买的时候是700块一瓶，这样的口感用700块买到，坦白讲非常值得的啦。太值得，而且它是750 ml，它已经是接近于我们所有金门高粱酒的最高度数，就是你1公升以上不要理它，但是你就有300、600、500、700、750，750已经是它的瓶子里面罐装最大的，所以。怎么算 CP 值都非常高，而且1cc 不到1块钱，好便宜啊！对啊，1cc 不到1块钱，这么好买醉 ，CP 值这么高，还需要嫌弃吗？不需要，对不对？但要比较嘛。等一下，我们这都要先留下来哦。最后我们也要1到4，我们自己要选出来自己喜欢哪一支。对，来，端午节了。对，再来我们要开的是端午节，来就是总统国宴酒喝到的这一支。坦白讲，今天一次开4款酒，看起来阵仗非常非常大，但是7428只花我2800块，我就可以拍这部影片，划算。这一款是端午节嘛，甲辰龙端安康，更沉，有点沉哦，更沉更油，没有像这一款秋丰收这么直接的奔放出来哦。好奇，这时候会看一下3月22号罐装。也是今年罐装的而且我觉得闻的时候有一个蛮突出的一个泡泡胶的味道。泡泡胶是老酒，代表是很好，什么酸比较高，对不对？对，它的完蛋了，师傅看到这一集我要挨骂了。好神奇哦，喝起来不一样。这一支我刚才是说很甜，对不对？然后它这一支一喝下去是舌尖马上给你绽放了一个无花果干的味道。准！我刚刚在想说，我嘴巴里面那是什么味道？对，无花果，然后有那种陈皮感，陈皮的甜感。这款酒变化出来了呢。你看，才罐装差不到半年，它的变化马上出来，完全不一样。而且，观众朋友，你可以一次买4支回去玩玩看，这4支你一定可以判断得出来，差异蛮明显的。对，你马上就可以分辨，都感恩酿，奇怪了，酒厂明明讲说架构都一致，方向都一致，骗我！明明4支它就是有差异。这款的口感我非常喜欢它，你刚刚讲的无花果，然后蜜饯，然后比较熟成果实的感觉，在甲辰龙端安康这一款酒里面有出现。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是很多人喜欢的。来。下一个甲辰龙的迎春喜，甲辰龙的迎春喜这部分的话，其实我们都有拍过。随着时间跟熟成的环境的改变，那个纯化的效果也有去改变。我只是很讶异，高粱酒的变化会这么快。这罐装日期是去年的12月7号。这一款的香气又转成柔和调性。我发觉你在喝高粱酒，对于高粱酒判断上面很精准，因为你讲完我马上闻，马上就是你讲的那个厉害。你算判断真的蛮精准的。你知道我师父是哪位吗？就是人称那个混酒大儒甲，混酒大卢杰，云州大儒神啊。它开始柔和感，然后比较温和，比较恬静，感觉是一个绅士。迎春喜这个我也很爱，我觉得它一入口的时候跟这个秋丰收有点像，那个就是香气有点像，但是还是它因为它放了比较久的关系，它的口感整个就是更油脂比较更紧密、更细致。它底层的酵香味非常明显有酵香的这个比较土壤感，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闻起来是那种有淡淡的，好像那种话梅的香气这支我也很喜欢惨了。这一款口感它最厉害的是咸甜感，而且它的回甘非常棒。对，这款是丁，这是干丁。我喜欢它回甘给你那种咸甜感，所以每一款酒都有每一款酒厉害的地方，好难选。我觉得这样子垂直品饮还蛮好玩的。好，来首发版放最久的，对，首发版是我们普遍
所有消费者当中在抢的啦。他们大家都觉得手发粉是最好的，手发粉是口感最棒的。不就你说的吗？这是我一开始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棒，所以我分享给各位啊。基本上每一款酒我都品尝过。这款酒是去年8月24号所装瓶的。来，我们的手发版，闻起来变得是那种清香风味。我觉得它越来越沉，越来越闷，然后越来越缩。它是奔放的指数就是4321。好浓哦。那么酒精度数是一样的吗？好油好浓哦。你的口感很敏锐。我觉得你的舌头开始那个敏锐度越来越高了呢。你知道我师傅是谁吗？我知道啊，就是我啊。你是我师弟。手发版的话，我觉得是属于加强版了。不管是酵香味，不管是曲香感，不管是厚实度，在这款酒里面都是层层的堆叠上去的加强版。我们最先拍片刚开始喝的时候，有这么浓郁吗？好像没有。对啊，刚开始喝的时候，它是比较明亮感。然后呢，我现在再回过头去喝它的时候，它给我感觉是已经是一个成熟稳重的老男人。然后呢，开始展现出它的这个平衡跟均衡的感受。在整整1年的时间，它整个调性又改变了。所以你说瓶中陈年到底有没有瓶中陈年这个问题？绝对有。我不管科不科学这件事情，我也不管什么检测仪器，我只相信我的嘴巴告诉我就是有。这4款酒了哈，经过我们实际的测试当中，虽然调酒师讲的方向架构是一致，但是因为它在酒厂当中经过2次熟成，在静置3到6个月，互相融合再装瓶，在每年的时间装瓶年份就有差异。当我们买到手上以后，放在我们的家里继续纯化，也会有差异。所以其实每年所出的批次都有些许差异，虽然方向架构是一致的，但是因为温度、湿度的改变，造就高粱酒也会有些许的差异，而且它的差异是往好的方向走。对，应该是说不同的方向走，因为这4支酒虽然是相同架构，但是对我喝起来，我就觉得说它就是4支不一样的酒。你讲不一样，消费者会感觉就是好像差异很大，但是这4款酒的方向是一致的，他们都是走一样的道路，目的地都是一样，只不过他走的是大路，他走的是小路，但是方向架构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它口感所给你呈现的感受是略有不同，些许差异，但各有千秋。这是我们讲的，观众讲，我们讲的。那再来呢？路人讲的。你刚刚去采访的是路人还是观众？路人呢、他又不一定有看我们的影片。哦，是，对不起。既然我们已经品饮完了以后，那我们现在就把现场交给你的师傅，看你师傅有什么话想要对观众朋友说。来，师傅。各位喜欢金门高粱酒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门酒厂品酒师及勾调师李一如，很高兴2024年感恩酿酒秋节版已经上市了。感恩酿酒呢是金门县政府赠送给55到64岁符合资格的金门乡亲，通常这个年龄层是经常饮用金门高粱酒的族群，因此我们除了严格挑选金城老厂优质的酒基以外呢，更勾调了90、20年、12年、11年还有9年等等不同风味、不同年份的陈年老酒，来凸显感恩酿酒甘醇爽烈的酒体风格。这些不同风味的老酒呢，我们特别把它保留下来给感恩酿酒专用，为了就是要勾调出金门高粱酒老饕们最喜欢的风味，让感恩酿酒呢的风味以及酒质更加的稳定。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会喜欢我们金门酒厂这次所推出的感恩酿秋丰收金门高粱酒。好，回到我们现场，谢谢金门酒厂我们的吕怡如调酒师的说明。金门酒厂提供给喜好高酒精度的消费者系列当中，其中金门酒厂的3节县民配售酒53度属于清雅干净，而另一种选择59.2度的感恩酿，它是属于甘醇爽烈的风格，各有千秋，端看消费者的喜好。没错，所以我们台湾的消费者就是这么的幸福，可以喝到不同的高粱酒。我们的节目就到此为止。等一下，你喜欢哪一杯？你说我啊？我们要选啊。好，你选一个。你不选啊？
我要选啊，我先听你选啊。这是个人主观嘛，对不对？好了，我选好了。我觉得就是要买的话，首发版一定要买。另外3支的话，风味我会选秋丰收。你会选秋丰收？对。坦白讲，4支我都选。我想场合了。如果我跟老饕喝了，如果今天我的对象是65岁以上，我会选第1支首发版，因为它够醇厚。这一定要买，首发版一定要买。如果今天我是跟35岁的年轻小伙子，然后我今天要跟他去海产店一醉方休，然后就是要站到他体无完肤，我会选择秋丰收，因为它够明亮，容易入喉，而且这款酒它加冰块的话，一定是更加的奔放，会很容易大口干杯。但如果今天是跟爸爸喝呢，就会选择我们的甲醇龙迎春喜，因为回甘。所以4款酒各有千秋，各有所长，端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口感了。咱们的里奥社长来品酒，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你记得要干嘛？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咱们的里奥社长频道，下礼拜见，拜拜。